如果不填 W8 表格，券商就会按照最高级别的税率来扣税，现金收入1万元，那么其中3000元就要被券商预扣。这样的话，至少能够省下来10%几的税，不需要什么美国的财务知识，也没有什么一定要让会计师帮忙填写才能避免的坑。就向大家演示一下 W8 表格如何填写。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无论我们是申请美国银行账户，还是申请券商账户，还是准备在美国做一些其他的投资理财，我们都需要去填写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国税务文件，这个文件就是 W8 表格。为什么说 W8 表格是非常重要的呢？ W8 表格的表头，我们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美国预扣税实际拥有人的外国身份证明。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 W8 表格就是我们向美国的国税局说明我们的身份，我们自己不是美国人，我们的投资或者收入是要用非美国人的税率。不填 W8 表格会有什么后果呢？以美股券商投资为例，如果说我们在开户的时候没有填写 W8 表格，那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一旦我们操作卖出股票，我们的账户马上就会有一笔预扣税款，而且这个预扣税款是我们交易金额的30%，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卖股票一共获得现金收入1万元，那么其中3000元就要被券商预扣。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开户成功之后去提交 W8 表格。提交了 W8 表格之后，作为非美国人在美国的投资是不用交资本利得税的，只用交一个分红税和利息税，是10%。这个10%只是分红和利息的10%，而不是说我们卖出股票金额的10%。如果说我们的股票涨了赚钱了，其实是不用交1分钱的税的，因为这个是资本利得，作为非美国人是不需要去交税的。如果不填 W8 表格，券商就会按照最高级别的税率来扣税。当然，如果说已经开了户却没有提交 W8 表格的小伙伴也不用担心，我们可以自己手动填写好，提交给券商，然后再联系客服，我们的预扣税就会返还回来。这个我自己是有实际操作过的，非常的简单。既然 W8 表格这么重要，那么要怎么样去填写呢？很多人一听到要填写美国的税务文件就觉得很头大，不知道怎么去填写，或者说是自己想要花钱找一个美国的会计师去帮忙填写。其实 W8 表格的填写非常简单，哪怕完全不懂英文也可以自己去填写，而且不需要什么美国的财务知识，也没有什么一定要让会计师帮忙填写才能避免的坑。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向大家演示一下 W8 表格如何填写，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直接跳转到美国国税局的官网来下载最新版的 W8 表格，可以跟着我的视频教程一起去操作填写。那我们开始吧。我们点击链接之后，浏览器就会直接下载最新版的 W8 表格的 PDF 版本。这个 PDF 是可以直接编辑的。W8 表格一共是分为4个部分，其中有3个部分是需要我们去填写的。首先第一个部分是表头，它的整体的意思是说 W8 是非美国的个人去填写的，不适用美国的居民和美国的税务居民，也不适用任何企业或者团体。后面的话一共是有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填写我们的名字和地址等个人信息，第二个部分是填写我们的税务优惠国，因为不同国家和美国签订的税务协议是不同的，所以说它的税率优惠也是不同的。第3个部分是一个非伪证的声明，就是要表示自己填写的信息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说是自己是填写不正确的话，在美国是构成伪证罪的。那么下面就一步一步带大家去填写这个表格。首先第一部分我们填写个人信息。第一，填写我们的名字，比如说我叫张三，我这边就输入拼音三张。第二个，填写国籍，中国。第三，填写我们的居住地址，这个居住地址一定要和我们身份证上面的地址是一样的。有小伙伴会问，中文地址用英文不知道怎么输入该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借助翻译软件来进行操作。比如说我自己最常用的是 DeepL 这个翻译软件，我们直接在这边去输入我们的中文地址，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已经翻译好了，然后我们直接去复制一下这个地址。这个地方是需要填写我们街道
几层几幢的地址，所以说我们只复制到街道这里，然后把它粘贴过来。下面是要填写城市和省份，比如说北京的话，它没有省份，我们怎么填写呢？比如说我是朝阳区的，我就把朝阳区北京给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我住在南京，我就填写南京江苏就可以了。后面的话记得把邮编也输一下，后面的国家也填写中国。第4空是邮寄地址，比如说我现在在南京住，我就可以去填写一个南京的地址，填写方法和上面是一模一样的。或者如果说我有美国的私人地址，用来专门去接收信件，那么这个邮寄地址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填写美国的地址。我们的居住地址在上面这个地方是明确的说明，是不能够使用邮政信箱地址的。但是我们的邮寄地址是可以使用我们租的邮政信箱地址，或者说其他租借的地址都是可以去填写的，因为它的作用只是接收信件，不代表我们的居住地方，也不代表我们的税务身份。所以说邮寄地址这一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填写。我这边就可以去填写我租借的美国私人转运仓的地址。当然如果说邮寄地址和实际居住地址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这里就不需要进行填写，直接留空就可以了。第5空的话是需要填写美国的 SSN 或者 ITM， 没有的话就空着就可以了。第6个地方是需要填写外国的身份证号码，我们就直接填写我们中国的身份证号码就可以了。6B 和7不用填写。第8空填写出生年月日，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格式是月日年，和我们中国的格式是不同的。以上第1部分就填完了，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些我们的个人信息，没有什么复杂的。接下来第2个部分是需要填写我们的税务声明，我们只需要在第9空这里去输入我们的国籍就可以了。第10空不用填写，就是这么简单。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到第3部分。第3部分也就是声明签字，非常简单。我们先在这个地方打勾，就是说明是本人或者有权利的代理人填写的表格。在这里输入我们签署的日期，日期格式还是月日年。下面输入名字的拼音，先名后姓。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表格下载或者打印出来，在这个位置再去做一个手写的签名。记住一定要手写的签名，打字上去是不可以的。签完名之后，我们这个 W8 表格就算填写完成了，非常的简单。大家按照我今天的教程去填写就可以了，100%是没有问题的。通过填写 W8 表格，向美国国税局申报了我们的非美国人身份之后，中国和美国是有税率优惠协议的，这样的话我们只需要交分红和利息的 10% 税收就可以了。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投资，相比美国人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所以说有很多在美国拿绿卡的人会用他们远在中国的父母的身份来注册券商，开户炒美股，这样的话至少能够省下来10%几的税。如果说大家在填写的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帮助更多的小伙伴。那我们下期再见。